Hello，大家好，我是西安，今天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个功能强大的节点——代码执行。相信大家在上一篇中已经对工作流中流转的数据类型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是 number、string、object 以及它们的列表。理解了这些基础数据类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探索 DeFi 中更高级的功能了。代码执行节点是 DeFi 工作流中的一个重要组件，它允许我们在 AI 应用的工作流程中嵌入自定义 Python 或 JavaScript 代码，从而实现更加灵活、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无论你是需要处理复杂的 JSON 数据进行数学计算，还是合并多个数据源，代码执行节点都能帮助你突破预设节点的限制，构建出更加智能和定制化的 AI 应用。在本篇中，我将向大家介绍这个节点的使用方法、应用场景以及一些使用技巧，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如何利用代码的力量，让你的 DeFi 应用更上一层楼。Let's go！ 我是西岩，在东京工作生活的数据科学家，在这里会用最极简的语言、最直观的例子，分享数据科学、机器学习 AI 等知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不迷路哦。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代码执行节点的默认设置来解析一下。我们点击添加代码执行节点。我们在上期的工作流架构解析中有讲到，微观上节点的三段式逻辑：输入、处理以及输出。先看一下输入这边，这里输入变量里有两个 arg1 和 arg2。arg1 和 arg2 就是这个节点中使用的变量名称，我们可以继续使用，也可以另行修改，但是我们都需要在旁边设置变量值，也就是上游数据中的变量名。变量名和变量值这里可能有些混淆啊，但是在编程中就是 a 等于大 A 这种，将大 A 的变量值复制给小 a， 一个简单的复制操作。下面在处理这边 DeFi 在代码执行节点中提供了两种编程语言的选择，一个是 Python 3，另一个是 JavaScript。 在今天的演示中，我将使用 Python 来展示相关功能。作为学过这两种语言的过来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于初学者而言， Python 通常是更为友好的选择，这主要得益于它的简洁语法和极高的可读性。即使你没有编程背景，也不必担心，只需要理解变量之间的基本处理逻辑，然后可以让 AI 来帮你生成 Python 的代码。相比其他编程语言， Python 的代码结构更接近于人的自然语言，因此通常更容易理解和上手。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这个 Python 的 main 函数的示例。没有编程基础的朋友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学校学过的数学函数 y 等于 fx， 它们的核心相似之处都是定义了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将编程函数改写成数学函数式的表达， result 等于 main arg1 arg2。 从下面这个代码的 main 函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输入、处理、输出的三段式结构，但好像不是特别清晰，这里我稍微修改一下。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三段式结构。输入这边 arg1 arg2 是输入变量，main 函数定义了函数处理的规则，也就是 arg1 加号 arg2。 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这个函数名 main 是不能改的，改了的话系统会报错。返回结果，也就是 return 后面的内容，则是根据这些输入通过函数计算得到的输出值。通过 Python 的类型注释语法，我们还可以为代码添加更多信息，比如在这边输入变量这里，我们添加了冒号 string， 表示输入参数的类型都是字符串。箭头 dictionary， 箭头指向的是输出变量的类型，表明这个函数返回，也就是 return 后面的是一个字典，这个字典的 key 就是 result。 顺便我们就来讲一下输出端。输出变量默认是 result， 对应着的是 return 里的 result。值得一说的是，这两个值必须是一致的，
不一致的话，系统会报错。而右边有6个选项，也就是之前我们在上一篇中深度解析讲过的，没看过同学可以参考我的另一个视频。那么问题来了，这边箭头指向 dictionary， 明明表示是返回一个字典，那么 result 这边不应该是一个 object 吗？是不是听上去很有道理？那么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感觉很矛盾。首先这个命令函数返回的是一个字典 object 并没有错， return 后面大括号括起来的部分就是字典，只不过我们要将返回的这个 object 这个字典拆分成 key 和 value 2部分来看。我们先看这个字典左边 result 就是这个 object 字典的 key， 而右边 res 就是这个 object 字典的 value。 这个值可以设置6种不同的类型。这里如果 define 有一个 placeholder， 像这样，在选择前有一段文字叙述告诉你这里是设置变量值的数据类型，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最后再补充一点，这里输出变量是一个字典形式的数据类型，在代码执行节点里这种格式是固定的，你一定要定义一个键值对、一个 key 和一个 value， 这应该是 define 在数据流转时的考量。相信你也发现了，变量值在上下游传递的时候都是通过以变量名的赋值形式来完成的。如果还没听懂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来看一下。这边我预先设置好了4个输入字段 num1、num2、string1 以及 string2。 num1 是数字， num2 也是数字， string1 是文本，就是字符串， string2 同样也是。这里为了区分变量名大写的首字母，然后我们返回到代码执行节点这边，在输入变量这边我们进行变量赋值操作。我们先将上游字符串类型的变量赋值给下游变量。我们先选择开始里面的 string1 赋值给 arg1， 将 string2 赋值给 arg2。 接着中间处理这边 string 代表 arg1 是字符串，同样代表 arg2 也是字符串，没有问题。这个函数的处理做的运算是加号，因为这2个变量都是字符串，所以是一个字符串的合并处理，会生成一个新的字符串。接着我们需要把返回字典的值 res 把它设置成字符串 string。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测试一下。比如我们将 A 赋值给 arg1， B 赋值给 arg2， 我们看一下运行结果，2个字符串 AB 就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字符串 AB。 我们可以发现字符串是带引号的。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比如我们将1赋值给 arg1， 2赋值给 arg2， 我们可以看到结果这边就变成了字符串12。好的，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上游的数字类型的变量赋值给下游变量，由这边替换成 num1 和 num2， 然后在中间处理这边，因为都是数字，所以这里就是加法求和，会生成一个新的数字。接下来我们需要改一下 res 生成式的数据类型，改成 number。 好的，我们测试一下，这里同样的1和2开始运行，我们发现这 result 的值就变成了3，没有问题。我们回到代码中间这里，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小瑕疵，就是尽管我们标注了输入变量的类型，即使这里的类型并不匹配，代码在执行时也能够成功运行。这正好对应了我们之前讨论的类型注释的作用，它们主要是为了提高代码可读性和开发辅助，而非强制执行类型检查。如果想更符合函数实际用途，更好的写法应该是把这里的 string 换成 int。string、int、float 这些
关于 Python 的数据类型会更细致一些，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学习一下。为保证节点设置过程顺利高效，我总结了3个实用的 tip 或者是步骤。步骤1：输入变量配置。首先，我们需要正确设置所有变量的赋值，仔细确认每个变量的数据类型，确保变量命名规范且有意义。步骤2：保持返回结构。我们在中间代码这里，箭头 dictionary 以及 return 到这里的部分，我们可以不用修改，保持原有的结构。还有就是这里返回字典的 key result 必须和下面输出变量的 result 一致才行，不然系统会报错，这也是第2次强调了。第3点就是代码逻辑这边，我们可以使用 AI 来辅助生成代码，或者是自行编写逻辑。最后需要根据预期的输出数据类型，在输出变量的右边，也就是这里进行相应的设置。我们只要遵循以上的规则，代码执行节点设置就可以一气呵成，避免常见的错误。这都是我作为过来人踩过的坑，说多了都是泪。既然我都毫无保留的分享了，最后大家记得点赞啊！最后的最后，来分享一个进阶的使用方法。熟练了一般设置步骤之后，我们还可以设置多个输出变量，或者说是多个字典。我们回到例子这边只有一个输出变量，一个 key 为 result 字典，值是 res。这里我们再设置另一个字典，我们这里需要加一个逗号。我们设置新的字典的 key 是 result 2，然后将它的值设为 res2，然后计算过程是 res2等于 arg1乘以 arg2，然后再将它们相乘之后的乘积变成字符串。好的，然后我们需要在这边点击添加，复制粘贴 result 2来保持一致。在右边记得设置 string， 因为它是一个字符串的形式。接着我们就来测试，比如同样的1和2，我们看到下方这里就多了一个 key 是 result 2，值是字符串2的新字典。若看到这里，恭喜你，代码执行的核心内容你已经理解，不过要完全掌握，还需要在不断实践中试错。下面会介绍到几个应用场景，让你将这些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加深理解和巩固所学的内容。我们将从结构化数据处理开始，逐步探索更为复杂的应用场景，帮助你建立起完整的代码执行流程思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代码执行节点的应用场景。首先是结构化数据的处理，我们以之前识别发表信息后转化为的 JSON 为例。这里我就直接将识别后的 JSON 放在了模板转换这个节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以及最后都是大括号。我们知道模板转换节点输出的是 string， 也就是字符串，所以这里输出其实是文本形式的 JSON。 能在提取 JSON 信息前，我们需要将文本形式的 JSON 转换成字典形式。这一步JSON 形式转换的任务，我们设置了一个代码执行节点来完成。在往期模板转换中有详细讲到 JSON 形式的转换，有兴趣的可以翻看。接下来就要处理这个 JSON 里面的信息，我们需要知道它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从外到内结构分别是 key 是一个 line items 字典，然后接下来是3个元素，每个元素既又是一个字典，字典列表字典3重信息的嵌套，字典用 key 来提取信息，而列表用数字索引来提取信息。接下来我们通过6个 case 来输出代码执行节点可输出的6种数据类型，比如根据这个 JSON 提取出
累计饮品数，各种类饮品数，第一个饮品的名称，所有饮品的名称，第一个饮品信息和所有饮品的信息。当然不是所有的值都是可以直接提取出来的，可能需要一些小小的编程。因为编程的事AI 可以帮我们做，我们只需要知道数据的处理逻辑即可。比如下面我们要计算累计饮品数，我们需要把 quantity 里面的3个值加起来。具体代码这边用循环将这3个数字放进一个新的列表中，最后再计算列表中的数字总和。第二个各种类饮品，相比于前面少了最后 sum 步骤，我们只需要将 quantity 里面的3个值输出即可。第三个，第一个饮品的名称，这里就是简单的提取信息，字典 key 数字索引，字典 key。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输出变量名 first item name 和下面输出变量这边的变量名必须得是一致，不然会报错。第四个，所有饮品的名称，这个跟数字列表很像，我们用空列表加循环就能输出。第五个，第一个饮品的信息，我们用数字索引到0就可以提取到。第六个，所有饮品的信息，我们只需要去掉刚才的索引0，便得到了一个拥有3个字典元素的列表。我们可以最后试着执行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6个结果，累计饮品数5，各种类饮品数1、2、2，没有问题。第一个饮品的名称 Milk Tea， 所有饮品的名称 Milk Tea、Coffee、Fruit Tea。 第一个饮品的信息一个字典，没有问题。所有饮品的信息应该是3个字典，1、2、3，也没有问题。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是求商品的金额总和该如何做。这里给大家一个 hint， 需要用到字符串的索引和数据类型的转换，因为在金额这一边是一个由货币符号和数字组成的字符串。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更为实际的例子，比如在这边我们处理搜索结果，这里我添加一个工具谷歌搜索，因为在开始这边我已经预先设置好了一个变量 search 文本格式保存，所以在下游节点谷歌搜索这边我们将它关联上 search，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的输出，它会有 text string files array file JSON array object， 相信 string 和 array object 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就来尝试着搜索一下，点击运行，我们输入关于 AI agent 的新闻。好的，开始运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搜索结果，我们这里点击追踪谷歌搜索，这里就是这个节点的输出结果。结果有点长，我们可以发现这就是刚刚的 text files 以及 JSON 里面的信息比较多，我们一会儿会提取这里面的信息。为了理解这个 JSON 的结构，我们需要借助到一个工具，这里我们复制，这里是一个在线的可以查看 JSON 格式的一个在线的工具，非常方便，我也推荐给大家。好的，复制好之后，我们因为只需要 JSON 这边，我们开始和结束是大括号，可以按一下 Format，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JSON 的格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title 对应着这边的 title，
description 对应的这边 description， 然后这里方括号，这里代表的是 organic results， 这个变量它是一个列表，你可以看到列表的话，它支持的是数字索引，比如说这里数字索引0、1、2、3一直到7，然后第一个索引也就是索引0，这个索引0它前面有一个大括号，代表的这里是一个字典格式。可以发现这是键值对 key 是 title， 后面是它的值，对应的这边同样 link 也是一个 URL， 然后 snippet 应该是一个简介。好的，现在在右边我们就知道了这个 JSON 格式的结构是不是很清晰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提取里面的 title， 将它们汇总起来，最后输出。我们就在这边需要添加一个代码执行的节点。我们因为这里只有一个输入变量，我们先把 arg2 删除。输出变量 result 在这里我们就不变了。然后我们先关联上 arg1， 就是前面谷歌搜索的这个 JSON。好的，这个 JSON 应该是一个 object 格式，我们将它改写成 dict。然后这里我先声明一个空的列表 titles。好的，空列表加循环，然后每一次循环我们添加每一个元素里面 title 所对应的值。然后最后我们返回的是 titles， 而不是这个 arg1。好的，我们已经知道它应该是一个字符串列表，所以在这里输出变量的右边记得选择 array string。这样看大概没有问题，可以试执行一下。点击运行，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报错了。追踪一下，看一下结果。看到这边 tab arrow list， 这里其实 arg1 也就是我们 JSON 在这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字典格式，而是一个列表加上一个索引0才能把它变成一个字典。具体的我们回到我们的代码执行这边，在这里加一个索引0，再来看一下，结果。好的，这一次我们代码执行就正常输出了所有检索结果的标题。其实刚才问题的原因在谷歌搜索这边，它返回的 JSON 这里你以为它是一个用大括号括成的字典，但其实它在外层又加了一个方括号，把它变成了一个列表。所以当我们在写代码执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更谨慎一些，把这边的 dict 改成 list。 刚开始接触这种多重信息嵌套的格式，提取信息肯定会出错，我们只需要看系统提示的错误原因，慢慢 troubleshooting 就可以了。接下来讲一下用代码执行节点来完成数据的拼接与整合。这里用知识检索节点来演示。我预先在开始节点这里设置了一个 search 字段，类型是文本，变量名称 search。然后在下游节点这边，我设置了知识检索1和知识检索2，分别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库。我们点开知识检索1，输入变量，也就是这里查询变量，都是开始节点里面的 search。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输出变量，这里输出变量的数据类型 array object 对象列表，每一个元素都是用数字索引来提取的。这里的元素其实就是 trunk， 下面的 content title 这些就是每个 trunk 的信息。我们先来测试一下这个节点，看一下结构agent，看一下
输出结果这边，结果有点长，我们复制到右边来看一下。这边的 result 是一个列表，没有问题。下面有3个元素索引0、1、2，这里索引0就是第一个 trunk。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title 和 content 的值。点开 metadata 这个字典，里面又见到了很多其他信息，比如相关性分数 score、排名 position。知道了这个 JSON 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提取信息了。比如在下游这边，我又设置了一个信息提取代码执行的节点，我用它来提取 position、title 以及 content 的信息。这里先将上游变量复制给这里的 arg1，在代码这边又通过空列表，然后是循环里面的空字典来取值，最后再添加进空列表，最后输出一个含有3个字典的列表 array object。 接着我们就来测试运行一下。我们从开始节点开始运行 agent， 我们点开追踪，找到信息提取，我们找到输出这边，信息很长，我们复制到右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 result 一个列表3个元素，然后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独立的字典，拥有3个 key ID、title 以及 content。 这里顺便就提一下，最后这个节点数据整合，还记不记得我们不是有一个知识检索2吗？我们看一下这里1个2个3个，同样是3个搜索结果。现在我们通过一个代码执行节点来汇总所有的搜索结果，也就是6个。在这个数据整合节点中，我们先将知识检索1的结果复制给 arg1， 将知识检索2的结果复制给 arg2。 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注释，将这里的 string 改为 list， 最后输出变量值这边，变量值类型设置为 array object。 我们直接在右边看一下运行结果，数据整合这边同样数据很多，我们复制到右边来看。这个 result 列表里面有6个元素，我们一个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前3个这边来自同一个知识库，后3个也是同样来自于另一个知识库。在代码执行这里，一个普通的加号就完成了trunk的合并。理解了数据结构、提取、拼接、整合数据，是不是游刃有余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夕颜，我们下期再见。